美跟艺术是两回事情。美是感官性的，比较倾向于直觉，不用思考。艺术跟美感不一样，艺术它不是凭直觉的，艺术需要思考。大家好，我是曹新成，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阿叶。上两集我们讨论过美跟丑，这一集我们来谈谈艺术。首先我们必须讲美跟艺术是两回事情。我们知道美不美决定说我们眼睛看起来舒不舒服。美是感官性的，比较倾向于直觉，不用思考。我们看东西美不美，其实不用经过思考。不过呢，美感有敏锐或者不敏锐的区别。那么我们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敏锐度呢？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比较来提升我们的敏锐度。所以我们常常去国外看美术馆博物馆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你看的越多比较越多，美感的敏锐度就会越高。有两句，这是封建制度之下的俗话，一句叫什么？就是说三代为官，方知穿衣吃饭。这一般以前这个封建社会没做官或小官的，他看的世面不多。那你要起码有3代做过官看过各种场面你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比较好品味的，什么东西比较不美的要知道穿衣吃饭。像我很少请客，因为我没做过官，所以根本不知道穿衣吃饭。那另外一句以前这个专制时代的这个俗话，就是说你娶老婆你宁娶大家奴，不娶小家女。这也是一样，就是说小家女没见过世面，大家牛见过很多世面，起码呢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刚刚上面讲的是美如果我们讲艺术艺术跟美感不一样，艺术它不是凭直觉的，艺术需要思考，要创造。那么艺术跟生活文化、道德、知识都有密切的关联。那首先我们看一个有趣的例子，丑的画面可以变得很可爱。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公鸡，是毕卡索画的。阿叶你看这公鸡看起来怎么样最近中国歌手刀郎发表一首新歌《罗刹海市》，里面有一句歌词：“那幼鸟不知道它是一只鸡”，讲的是不是就是这只鸡？刀郎讲的鸡就是讽刺，就是说有些鸡明明是鸡，自以为是凤凰，跑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那我们现在看这只鸡当然你不能说它很美可是呢，它蠢蠢的、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样子实在很有趣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共每天对台湾文攻武吓，其实就有点像这只鸡，因为这只鸡就是色厉内荏嘛，是吧？其实像解放军内部贪污腐败一塌糊涂也以前都没打过仗所以很像这只鸡，就是会吓唬人而已不要怕。那么下面这个图是毕卡索的名作，英文叫《格尔尼卡》格尔尼卡。这张图也不美，可是非常有力量。这格尔尼卡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在1937年因为当时的这个民众反抗弗朗哥的统治，那弗朗哥呢跟这个德国纳粹就联合起来攻击这个格尔尼卡这些地方。那么就在4月这个德国空军派了军机来对这个格尔尼卡进行地毯式的轰炸。结果居民7000多人，里面死掉1600个，70%建筑物被毁，是一场浩劫。那毕卡索为了表示他的愤怒，于是创作这幅画，为遭到屠杀的同胞愤怒呐喊。这幅画看似随笔，事实上它构图非常严谨。你看它这个构图用了4个方形来加重它的稳健，同时中间有个三角形的构图让它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张力所以中间这图还含有很多这个隐喻典故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伟大的杰作。下面这张也是毕卡索的作品，它叫《亚维农的少女》。这幅画完成于1907年，
这个画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看了很不舒服，引起很大的争议。毕加索这个画描写是妓女，这个妓女呢，你看这个它整个这个画面啊，有很多好像碎玻璃啊，尖锐险恶，这是形容这个妓女所处的这个环境啊，非常不好。然后我看这5个这个妓女呢，从左到右的脸孔啊，左边这个好像是有点刚出道的样子，好像有点朦胧无知，中间这2个就转为麻木了啊，最后的2个呢，显得恐怖啊，狰狞。妓女呢，等于说在一个环境底下，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恐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毕加索这一幅呢，表现了他这个悲天悯人的这种关怀啊。如果我们看懂了，会觉得十分感动。我们晓得啊，一般人要了解艺术啊，你必须要看书。那有本书啊，学艺术人大概都会看。这本书呢是什么呢？叫做《艺术的故事》啊，英文叫《The Story of Art》。作者呢叫 Gombrich 贡布里希。这个书非常有名，因为呢，它在1950年就出版了，到现在已经经过70多年了。出版过以后啊，他就不断的这个添增啊、重写，到1995年啊，已经再版了16次。我现在手上拿这个版本呢，是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你可以看到，它第16版已经第7刷了，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说很重要一本书，对于古今中西绘画、雕塑、建筑啊种种艺术呢，都做了很完整的浏览。我是建议大家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好，艺术的故事啊，这本书啊，一开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啊，世上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这很多人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呢？他的后面有解释，他说啊，艺术一词啊，就被用得太腐烂了。小孩3岁小孩画画啊，也是艺术。有的人把那个马桶翻过来参加画展，也算艺术。现在这个拿艺术2个字啊，就没办法定义艺术，反而啊会制造很多混乱啊，很多的误解。那么在西洋绘画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事件，就是1874年了，有一些印象派的这个画家在巴黎联合展出他们的作品，结果啊被当时的艺评家批评得一塌糊涂，说这些人根本就不会画画，乱七八糟啊！甚至有人说呢，最近巴黎啊出现2件不幸的事情，一个就是发生了火灾，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胡搞的印象派画家在那边展览，把它贬得很惨。可是呢，很快这个印象派的艺术啊，慢慢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红火起来。那这个让这些艺评家觉得非常打脸。从此以后呢，你在画了很多怎么样的画，艺评家现在不太敢讲话，所以讲艺术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为什么说这世界上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啊，艺术没办法辨别了，可是艺术家却很容易辨别。我们一看就知道哪个是艺术家，哪个不是艺术家。那么艺术家他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可以看到，你要做一个艺术家，首先他们是专业的，也就是说呢，这艺术家朝思暮想、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甚至生死存亡啊，都在艺术上面。那么艺术家有些因为专注在艺术上，生活上发生很大的困难，最后自杀而死，这都蛮多的啊。当然，梵谷啊，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近代抽象表现主义的大师啊 ，Max Rothko， 他在1970年的时候呢，只有67岁，因为受不住各种这个忧郁症啊、酗酒啊种种的烦恼，就割腕自杀。所以做艺术家，其实他这个等于说整个的心血都耗在这个艺术上面。当然，梵谷呢或者 Rothko 呢，现在都变得不得了了，非常红了，对不对？叫死后哀荣啊。我们知道，在2012年呢，这个 Rothko， 他的一幅画作啊，叫做《橙红黄》啊，在佳士得纽约拍卖啊，卖了8690万美元的高价。所以很可惜，有些画家
不能够这个在生的时候啊，让别人了解他的画啊，然后收藏他的画啊，这是一种不幸。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大家现在比较承认了，艺术家的作品呢才能被称为艺术。那么你如果是业余随便画画啦，或者现在有些很多有钱家的太太啊，没事呢就去学画，那么这些呢其实不应该被称为艺术。我们知道这个平常这个佛教讲话不要犯口业啊。什么叫口业？就是说有4种啊，我们叫做恶口。恶口就是粗话骂人了啊，妄言呢就是胡说八道啊，讲话没有逻辑、没有证据，就是乱讲。3种呢是挑拨，叫两舌，舌头两个。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太熟悉的叫绮语啊，绮是绮丽的绮啊，这个绮语就是什么呢？就是言不及义啊，乱奉承啊，那么这个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呢，这个学画啊，学书法，这很好，修身养性。可是呢，你有些讲奇语的人啊，就盲目赞美，这个捧他，捧了半天呢，这些人呢就跑去开画展了。那其实这个是不好的示范啊，因为你这个业余的，你去随便画画，你把它当成艺术去展览了，这个让很容易真正的艺术家反而没受到尊重，受了埋没啊。所以这个是等于说对艺术家这个不尊重啊，所以要避免，不要随便称赞人家啊。有些这个7、80岁学个书法还到处要炫耀，这个是自己要检讨啊。我们学画学书法修身养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艺术家多尊重。就是说这个现代艺术啊，这内涵啊变得已经很深刻了，已经超出我们直觉能够了解的范围。那需要艺术家加以解说，或者艺评人来加以解说，这样子我们才能欣赏它的奥妙。下面举个例子，就这张图呢是名画家这个 Paul Klee 的名作。这幅画的意涵呢是说艺术家跟自然呢要保持很密切的关系。那么艺术家的头脑啊，应该跟宇宙这一起运行。这幅画你看不懂啊，觉得莫名其妙；看懂了，觉得非常幽默，有深意。另外一个艺术家值得尊重的，就是说，艺术家追求的并不是美，他追求的是恰当。这个恰当啊，你唯有一个艺术家不断的在做取舍，才能得到恰当。我们有句话讲说，舍得，因舍而能得啊。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北宋的文学大师王安石啊，他曾经有首词，后面2句叫做“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么这个“绿”字啊，推敲了很多字，后来决定用这个形容词当成动词，就觉得恰当了，发表出来啊，就变成一个千古名句。所以说这个要得到这个恰当啊，很不容易啊。这艺术家花一辈子心血啊，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到底艺术该怎么定义呢？我们还是听听这个大艺术家怎么说。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像马蒂斯、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大艺术家，他们都曾经强调啊，艺术家是创造者，可是艺术家创造出来这个艺术品后啊，它应该是有独立的生命啊，像活生生的生物一样，它具有能量。这个一个艺术品呢，是不是具有生命、具有能量？这虽然很抽象啊，可是呢很重要。它不仅可以用来分别真艺术、假艺术，还可以用来判断古董的真假。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古玩界啊，有位王世襄先生，他以前这个长期在故宫工作，他对这些文房四宝这些很多家具啊很有研究。现在家具当然仿冒了很多了啊，假了很多。有时候王世襄先生去看，他看了家具真假，隔得远远的说这是对的，这不对啊。那一般人这个要拿那个放大镜啊，趴到桌子底下去啊，东看西看才能看这个真假。他是远远一看，就看到真假。那么有徒弟就问他说，说老师，你怎么远远一看就知道真假呢？你看什么东西呢？
王思想讲说，我看气，啊，这气对了就是真的，气不对就是假的。王先生讲那个气啊，很抽象，很多人不懂，我是懂的，因为我跟王先生有点像，就是说我看东西啊，这个对或不对，是真的假的，我看死活。死活是什么？死活就是死的，就是没气嘛，活的有气，有能量，有生命。我们看艺术了，其实也要看它有没有生命，有没有能量。今天呢，讲艺术啊，我想就班门弄斧啊，讲到这里啊。我们以后啊，真讲艺术啊，我们请艺术家来谈，我们这外行就不要随便乱讲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